我，秦军，史上最倒霉穿越者。别的穿越者一穿越就是登上人生巅峰，而我，出身的云山，被诬陷私吞国库金钱，被皇上贬往边境服劳役。将三皇子秦军贬往边境服劳役，即刻执行。这要是在普通古代，我还有求生机会。但这是一个神魔时代，这个时代的修炼体系分为炼气、金丹、破符、化虚堂，才炼气2层。这群虎松的禁卫军就炼气4层了。停！怎么突然停？处离王都很远了，交代的事儿可以做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告诉你们，杀皇子可是大罪，知道，绝对不会饶过你们的。你还以为自己是从前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子呢？瞧这废物，修为连咱哥儿几个都不如。小子，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现在是个罪人，废物，杀了你那是替天行道。喂，兄弟们，押了这废物走了不少路，咱也吃了不少苦。来，先揍他一顿出出气。这个吩咐，不能让他就这么轻松的死啊！我就看这小子不爽了，上！神话系统成功激活，宿主初次激活神话系统，奖励1次随机召唤神魔和1次随机抽奖机会。神话系统，我有金手指。宿主是否现在开启召唤？召唤！现在开始随机抽取召唤1名神魔。注意，抽取神魔为随机模式，宿主抽中什么神魔全靠运气。行了，哥儿几个都出气了吧？当然了，头儿，嘿嘿，打得真爽。我抓不住谁，我弄死这几个鳖孙就好。嘿嘿嘿，那我就按照主子吩咐把他处理了。哥儿几个嘴巴严实点啊！松开！嘿，不愧是废柴，就这点力气，给我挠痒痒都不痛快。什么召唤？怎么还没动静？我的119幺！身上有人！求！恭喜宿主抽中九尾妖符妲己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妈呀！主公莫怕，有奴家在，今后任何人都不能伤你分毫。原来是苏妲己！不愧是有祸国殃民之政的苏妲己，这身段爱了爱了！大胆！绝境位分境还高，真的假的？伤了我的主公，送你们下阴间都是轻的。弟兄们，跟他拼了！冲！上！哦，是货真价实的。妲己来迟，让主公受罪了。我没事，好兄弟，我喜欢。开！说着废话，家伙想跑。阿弟，你让一下。刚才说什么？挠痒痒都不痛快是吧？给你痛快！击杀炼气境5层士兵，获得50经验值。恭喜宿主激活个人资料500。我杀人了！我居然杀人了！只是1拳而已，怎么就把人打死了？不会吧？这是一个强者为尊的残酷世界，还请宿主尽快调整自己的心态。君子说的没错，这个世界可不是我之前待的和平世界，更何况我杀他们，他们就会杀我。要在这里存活下去，我得赶快调整适应才行。越来越像在打网游，这个世界不会是假的吧？不要乱想，只是因宿主来自21世纪的地球，所以系统特采用了地球游戏的方式数据化。神魔召唤，
系方式数据化，一切看清，好像都是为了我好。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。神话系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宿主太弱，目前无资格知晓系统的最终目标。行吧，生活就像那啥，既然不能反抗，那就享受呗。弱肉强食，清楚。赶紧把其他人打成毫无战斗力状态，然后让我亲手解决他们。是。击杀练器5士兵获得40经验值，击杀练器5层士兵获得35经验值。恭喜宿主晋级练器进4层。靠谱的哦，竟然一年升2个等级。照这种升级速度，岂不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超人？来看看什么。触发支线任务，斩杀5皇子。任务成功，奖励15万经验值，一次抽奖机会。别让我进入这个身体，哪怕的也是我的仇人。一切你死吧！获得支线任务，统治极乐王国。任务成功，奖励50万经验值，一次召唤神魔机会，一次随机抽奖机会。任务时长5年。经验值。若是任务失败，不实现任务失败，将会剥夺宿主身份。支线任务失败没有惩罚。像是游戏一样，你会game over。应该也没那么容易搞定。先打起了这么近，我以后再召唤你。当时来个短战分配。若是抽到这些能打的，想想就无敌了。对了，不是还有一次抽奖机会吗？是否开始抽奖？恭喜宿主抽到无限沙漠之鹰。这个世界这种枪能干什么？无限沙漠之鹰已经过系统改造，子弹变为宿主真气，宿主只需要灌入真气，就可以凝聚射击。厉害，相当于小型火炮了，还没有半点后坐力。嘿嘿。哎，主公，这是什么法器？这威力完全算得上黄品上阶了。这把枪叫做沙漠之鹰。沙漠之鹰，这也是枪吗？为什么主公你的枪这么短啊？这枪和你印象里的那种不是同一类了。嗯？差点抢来了，忘了妲己，第一次见到这种武器。哦对了，关于召唤神魔原本的记忆，还得确认一下。妲己，你认识纣王吗？哦，他是谁？一名君主。君主？我只认识主公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他的心里只有我，没有别人。嘿嘿嘿。主公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先找个有水的地方吧，我得洗澡。田野里月黑风高，孤男寡女，不知道会发生点什么。嘿嘿嘿。主公不要了。想想就让人激动。主公，前面有流水车。那我们快点走，我实在受不了身上的污垢了。既然如此，主公得罪了。我在天上飞。这柔软的触感，是我免费也能体验到的吗？
主公莫怕，有妾身在呢。谁说我怕了？那主公心跳如此之快，莫非是动情害羞了？我到了。啊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洗澡了。虽然我有点好色，但我可没让人看着洗澡的爱好。你就在这站着。主公需要妾身伺候沐浴吗？当然要。有人来了。啊！大师兄，我跑不动了。姑奶奶，你忍着点儿，现在逃命要紧啊！我的好事都被打搅了。哦，这两人后面有一股金丹境修士的气息。田月王国的金丹境藏者屈指可数，这里怎么会有金丹境修士出现？小师妹，提醒他们做什么？让他们留下来拖延夏侯恩不好吗？乱将夏侯恩。夏侯恩曾是前越王国的镇国大将，因生性好色，不仅做出强抢民女之事，还与皇上的一名妃子私通，引得皇上震怒，曾派出南猛轰杀夏侯恩，但最终被夏侯恩跑脱，并组织造反，在民间肆意烧杀抢掠，百姓堪忧。奈何其实力强大，无人能敌。这具身体的便宜父亲，最恨的就是夏侯恩。若是我拿夏侯恩的本，说不定能洗净身上的罪恶。好美的女子！看什么看？要逃赶紧逃！我们好心提醒你，你什么态度嘛？小子，你在找死！谁要你提醒？夏侯恩而已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怕夏侯恩？道这个小乞丐是名高手，哼，口气挺大。夏侯恩乃金丹境强者，像你这样的，人家用一根手指就能摁死。从来没听说过有20岁以下的金丹境强者在我面前装高人。小师妹，我们走，别跟着他们送死。走得了吗？若是杀掉，不知能获得多少经验值。完了！救命！从我身上下去！好美的女人，角色必须斩之。莽夫，再看我挖了你的眼！哎呀，如此热辣的美人儿是我的最爱呀！美人儿别急，今夜让你尝尝奇妙滋味。留一口气，让我亲自解决他。好。臭娘们，我要杀了你！去死吧！小心！好强！主公，解决了。什么人？夏侯恩，我秦军感激你的到来。感激？已经这样叫感激？主公，要怎么处置他？主公，这女人竟然叫着练习境4层的弱鸡主公，我不等他靠近，抓他当人质，岂不是能逃出升天？逼迫这名美人就范，到时一定要狠狠地折辱她。让我来，金丹境强者，不知道有多少经验值。现在，拿命！
近9层强者获得10000经验值。爽！恭喜宿主突破筑基境4层，宿主突破大境界，特此奖励一次神魔召唤机会。哇，这好厉害啊！刚才还只是练气期，他怎么瞬间突破到了筑基期？话说，经验值是怎么算的？宿主杀对自己有敌意的对手，会获得经验值。如果宿主残害无辜之人，将会得不到经验值。原来如此，那现在就是用神魔召唤吧，最好能召唤出齐天大圣来，老子要天下无敌了！现在开始随机抽取神魔，恭喜宿主抽中神魔，神魔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哎，抽中了啥？你倒是说啊！只给我看3个问号是什么意思？这次召唤到的神魔是大圣。召唤神魔会在24小时内出现在宿主面前，其余事件无可奉告。行吧，既然你要玩神魔世界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沐浴呀，我要沐浴！沐浴，我就要骚了！那个，我脚崴了，能不能在这里休息一晚啊？夏侯恩还有一队士兵追着我们，你们杀了夏侯恩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们帮你们一块打退他们。确实有一队士兵正朝我们赶来，主公，要我去解决他们吗？不，你先不要动。那不是将军的事情吗？将军被他们杀了，杀了他们，给将军报仇！这一次，让我来。加油！击杀炼气境3层士兵，获得25经验值；击杀炼气境4层士兵，获得29经验值；击杀炼气境5层士兵，获得35经验值。那是什么恐怖的灵气？竟直接灭杀了夏侯恩一小队士兵！有了那么强悍的灵气，他一定可以做到那件事。护送程倩倩回玄灵宗，任务奖励10000经验值。没问题，保护弱小，人人有责。我护送你回宗。我去，10000经验值！太好了，谢谢你。真的吗？真的？为什么？把支线人。对方希望你帮助，后因冷静，也由于你是敌人，他也没有把你光速传承后将进行传承模式。当传承模式如果不好，数码直接，宿主可随机抽取成功技能，获得传承。有了技能传承，那我岂不是会有层出不穷的攻击手段？主公，那我们今晚先在此刻休息吧。行，那我去沐浴。回来了。回来。没想到这小乞丐洗干净之后还挺好看的。那个，我今晚能不能挨着你睡啊？我有点害怕。美丽，我是无法抑制的魅力。这荒原当真荒芜，那些是妖兽吗？是，妖兽总分10阶，每阶9级，一为炼气，2为筑基，3为金丹，4为不凡，5为化虚。每一阶对应人类修行的阶级，3、5阶妖兽见可化形。最凡之上是化虚，咱们玄灵宗内还没有关于化虚的资料呢。其实是有的，只不过是机密，寻常弟子没有资格了解。这话说的是，
我身为宗主之女，也没有资格了解嘛。那是我去，那是兽草！啊！主公得罪了，还有我呀！你们赶赶我！召唤杀猪血女不对。哮天犬，哦，别跑啊！我是哮天犬啊！哇，原来是我之前召唤一直没到的神魔。别飞了，我下去了。周主公，我不下去被兽条包围，想逃可就难了。有我在，啊！你们终于不飞了。主公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辛苦你了。这条狗很危险。哎，兽潮来了，你们怎么还愣着？别管他们，他们才是等死呢！快跑！你完蛋了，这下死定了！王小以外，我不干呐！天杀的妖王，竟然引来这么多的妖兽！哮天犬，停止兽潮吧。是。是妖王，妖王怎么会是这个人的话？我妖王哮天犬将投奔秦军手下，即日起，秦军乃是我主公，你们见我主公如同见我。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历？竟获得一妖王追随？多谢，驱散他们吧，我们还得赶路。主公，你怎么认识他的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好了，我们也该继续赶路了。主公乃天降神子，迟早要统一万界。我能拜入主公手下，是我的荣幸。马屁精！过了青潭城，再走一天就到玄灵宗了。走了那么多天，终于看到人类城镇了。我在城镇里逛逛，你们呢？我和主公一起。我要跟妲己姐姐先去找客栈，好几天没沐浴了，我们俩得好好清洗清洗。我和小师妹走。行，那我们就分开走吧，之后客栈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备尝葫芦喽！最好的绸缎，客官进来看看呢。我跟你说啊，妲己他们不出来感受这世俗的烟火，就是他们亏了。跑啊！陈书礼，你怎么不继续跑了？你不是很犟吗？让你给我道歉，你不肯。现在像狗一样躺在地上，舒服了？这家伙真可怜啊，想考取功名，可惜得罪了程家呀。在这青潭城，程家就是天，陈书礼这下栽了。走，去看看。你有本事站起来呀！来呀，继续呀！这人当街仗势欺人，太可恶了。不行，我的身份太敏感了，要是出手了被程家注意到，查出我是逃犯三皇子，怕是要有些麻烦。帮还是不帮？程杰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这不就是今天撞到我的那个小姑娘吗？哟，这不是城主大小姐陈妙音吗？妙音让开，这里不关你事。发现天生浩然正气的潜力天才。小心！陈妙音，你个臭！快把那婊子给我抓回来！要狠狠地教训他！把那条杂皮狗也给我绑过来，今晚爹就要吃顿狗肉火锅。狗肉火锅吗？
又是什么东西？哇！气势好强，不愧是修行者。臭小子，你禁卫服，阁下，可是皇宫禁卫。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青潭城什么时候出现了禁卫？难道不想程家在青潭城所做之事不能被禁卫察觉？哎呀，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冲到了自家人呐！大人恕罪，恕罪！我这嘴啊，就是欠打，欠打！还希望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过小人这一次。你倒是识趣。此次看在大人面上，我就不刁难陈家兄妹了。这样，大人，我回去告诉我爹一声，好让我爹晚宴款待大人。走。得尽快将禁卫回到青潭城的事情告诉父亲。系统，刚才你说的天生浩然正气是什么东西？有浩然正气的又是谁啊？陈书礼身负浩然正气，是不可多得的治世人才。若浩然正气被激发，可震慑邪魔。这么厉害，系统还可以感应到人才。没错，不过是在一定范围内可感应，其余资料暂时无法获取。多谢公子出手相帮，书里铭记在心，日后必定找机会报答公子。报答？不知陈兄可有兴趣当我的幕僚？这等人才，不收入麾下可惜了。公子说什么？幕僚？做我幕僚，我会送你一份大礼，比如……蠢货！禁卫不可离开王都，这青潭城怎可能会有禁卫来？你是被人耍了！我被耍了？哼，不然呢？就你如今这模样，将来要如何继承程家？不够谨慎，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。父亲，那人不是禁卫，还能是谁？他怎么会有禁卫的衣服？最近一次王都调动禁卫，是为了流放三皇子。你见到的那人，说不定是三皇子。三皇子？三皇子已经被押往边境服劳役，再不会出现在青潭城海里。逃了出来，三皇子逃了出来，没有成人救。那么，这个天城岂不是？第二，父亲再给你安排一个任务，派人前去将那个穿禁卫服的人抓起来，我们将他押往王都，换程家富贵天成。是。不过，真要为了那陈书礼灭掉程家呀？灭掉程家？为什么灭掉程新俊？错配了！别乱来啊！光天化日的，你可别把被压到死那深了。怎么了？大姐，你醒了？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主公小心！主公，他身上有魔气。气，自古正魔不两立。前越王国属于正道之地，魔道修士鲜少见。出现凶魔之身，看来此事修为。我看不清他的修为。也罢，这几日多注意一些，看看这些魔道之人来前越王国是想干什么。今天赶路吗？还要不要送我去仙灵宗啊？程杰来了！不知道是谁惹到了程家，这下是倒霉了。臭小子，你居然没走！这是谁啊？找晦气！哎呦呵，居然还有2位美人！从今天起，他们就归我了。给我上！捕捉逃犯三皇子秦军，押送成都。那2位美人交给我，
亲自来抓。小美人儿，别怕呀，哥哥会轻轻的。想到我，你还不够。贱人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庆南城程家大少。我看上你是牌军女，居然还敢打我！触发支线任务，斩草除根。任务详情：击杀城劫，奖励500经验值；击杀城寨，奖励2000经验值；摧毁城家，奖励3000经验值，并获得一次技能传承的机会。这个任务正合我意。摧毁城家的第一步，就先从城劫开始吧。罢了吧，那就赶紧滚过来给本。妲己，这是送给你们程家的礼物，可要钱了。大少爷，大少爷死了！谁敢在我程家闹事？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大长老，是他们，大少爷也被他们杀了。程家大长老，什么修为？主机10层的蝼蚁罢了，主公不必放在眼里。这群混账，要你们为我侄儿偿命！这次让我来，我不能一辈子都躲在妲己他们身后，我得快速了解自己的实力，从而进行提升。不愧是筑基10层，好强悍的力量！我对战真是不自量力！主公，进击！你们别出手，靠系统提升的修为仍有些虚浮，此人正好能当我的磨刀石。不动用沙漠之鹰，光靠我自己的实力，果然还是不能越那么多级击败他。不过磨刀石的作用是达到了，我的修为凝实了不少。今日拿你血祭我侄儿之魂，人修罗！不妙，主公快躲开！击杀筑基境10层修士，获得1000经验值。主公，你还好吧？等安定下来后，得想办法多学一些法术，增强自身实力，不能光靠外物。怎么办？大长老也被他杀了，我们不是他对手啊！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跑啊！走，赶紧去将此事告诉家主。走，杀进去！得抓紧将今日发生之事报告家主，绝对不能让家族的人惹到这个煞星。你说什么？有人要灭程家？是，灭程家的人是2男2女，身边还跟着一条黑狗。父亲，这些人便是昨日救我的人。父亲，我们把收集到有关程家罪行的资料翻出来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救我的人，他是当朝3皇子秦军。不好了，家主，有人杀进来了！大公子和大长老都被杀了。什么？他们在哪儿？他们正向这里杀来。哼，竟然还敢送上门来！敢杀我儿，我要他们血债血偿！让你们家主说了。防务小儿，是我一击。经验值刷刷刷的涨，真希望这种惩奸除恶的支线任务再多来一点呢。是谁杀了我儿？给我滚出来！我
我要杀了你们，为我而偿命！程家主，等你很久。庶子可恨，我死！听你也配！可恶！去！子玉实力高强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定是打不过他的。但他们是主统的人，是那位筑基少年。哦，竟能躲过妲己攻击，可以呀！是妲己轻敌了，下次定能将他击杀。只要能杀了这个少年，我就能为程家死去之人报仇。呀！受死！该死的是你！替身术法！不好，主公当心！猎犬！击杀筑基境4层修士程战，获得499经验值，完成支线任务，斩草除根，击杀程战，获得2000经验值。宿主经验值足够，晋级筑基境5层。对不起，主公，是我轻敌了，让你陷入危险。没事，这是修真界，我迟早都要面对危险，不必把我保护得太好。主公真温柔啊，不过我真是安生日子过太久了，忘了狮子搏兔需尽全力，竟让一个筑基的虚晃一枪，害得主公差点受伤。今后得多多警醒了。现在给你们10期时间逃命，逃者不杀，谁若敢反抗，就地处决。哈哈哈哈！程家活该，强行征收出城和入城费用，这些年不知捞了多少油水。哦哦，程家倒喽，普天同庆！给我炸了！是，主公。完成支线任务斩草除根之摧毁程家，获得3000领域值，一次技能传承的机会。任务已完。主公，程家已完全摧毁。为青潭城除去这一祸城之源。参见三皇子。三皇子？程家作恶多端，理应满门抄斩。今年3月，程家大公子程杰看上一平民少女，因其父母反对，遂命随从将其父母活活打死。今年1月，程家抢夺李家旗下矿洞，夜袭李家，屠尽李家满门。去年12月，程杰看上一少妇，去年8月，就让程杰这么轻松的死，还真是便宜了你。你们放心，程家已经彻底回去，今后再也不会出现程家那样的情况。程家残局就交给程主去料理，我还要继续工作，不多耽误了。是，护送三皇子，多谢三皇子为民除害。王国复兴，我必须要进入殿前，带领王国走向太平盛世，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不愧是修仙界，这可比前世玩的仙侠网游画面炫得真是大。终于到玄灵宗了。完成支线任务，护送长线剑回到玄灵宗，获得5000经验值，一次传承技能。月号中国筑基境6层。这次奖励还挺丰厚，不光晋升了一级，还获得了一次技能传承的机会。不枉我费那么大力气，这2个会送。好了，就把你们送到这儿了，先走了。嘿嘿，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开启技
能传承。做什么？啊，等等，你别急着走嘛。今晚你们就住在玄灵宗内，我跟我父亲说，让他拿出厚礼感谢你们。厚礼？根据这些天的了解，你姐可不是热心肠的人，居然不想要厚礼。难道他看上我了，想跟我结为道侣？主公，你就答应他吧，总比露宿荒野好。好吧，个被贬的皇子竟还如此猖狂！行军，你给我等着，等到了玄灵宗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对了，不要透露我的身份，我不是父亲。你难道真的是三皇子啊？你不是被贬了吗？我真的是三皇子，被贬也不会，我会将功补过的。夏侯恩的脑袋还在我手里，只要把他带回去，我那便宜富婆不会有问题。如果他还为难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毕竟我现在可不是以前那个受人欺负。帅神通，天罡36变。啊？啥？天蓬元帅？那不是二师兄诸葛的技能吗？我想要的是孙悟空的地煞72变呢！现在开始天罡36变的技能传承。开始了。天劫来了！劫，如此庞大浩瀚的雷劫，要是俊杰不禁沾血，你看看，什么？这么恐怖的天劫，玄灵宗无法承受，快把人催动劫之法。今年才16岁，说接近5层的修为，居然可以领悟神通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我能感受到，他领悟不是一般的神通。公子屋内弥漫出的气息，身为化虚境强者的我，都感到心悸。大小一小，这就是变小后的视角吗？好神奇啊！虽然36种神通我学会了，但是我修为太低，估计最多只能连续使用出2种，灵力就会耗尽，而且威力也不是很大。果然，还是基础修为最重要啊！马上开始打了，幸好今天晚上留宿在了玄灵宗，要不然得淋成落汤鸡。系统，继续随机技能传承。开启随机技能传承。功法，功法，我一定要是功法！我现在正缺这个。功法修炼出来的灵气对修士来说尤为重要。田越王国如今功法分为凡品、灵品、地品、天品，再往上便只有在系统这里的别人。每一品分下、中、上，我所掌握的炼气诀便是凡品中等功法，实在不够看。在同样的筑基境5阶内，掌握灵品功法的修士在灵力数量上要比我多上数十倍，更别说灵力质量，所以一定要抽中功法。恭喜宿主抽到未知角色的紫红雷法，品质天品上等。啊，太好了！不过未知角色是龙套吗？系统仪式传承已完成。我去，不能大声招呼吗？狗
狗系统，搞什么偷袭呀？你这么强大的天劫，连我都没经过几次，怪不得公子要来玄灵宗。他们催动护宗阵法消耗的灵石绝对很庞大。也不知道玄灵宗会不会找公子麻烦。不过我要是他们，就识相点儿。哼，这个小宗门最强不过退凡境，而且就一位。他们若敢对公子放肆，我灭他全宗。啊，终于全部吸收了。紫红雷法的心法境界分6层，每一层自带一项法术。这第1层掌心雷的威力就极大，不愧是天品上等雷属性功法，破坏力确实很强。不仅如此，而且每突破1层心法境界，我纳气速度就会翻倍，光是第1层就堪比炼气诀纳气速度的20倍。不敢想，若是修炼到第6层会有多快。系统，看看我现在的属性。哦，不错，这一套收获满满，时间还早，可以继续修炼会。如果下次能抽到猴哥的地煞72变就好了，抽到猴哥本人也行。不过也有传闻说，这天罡36变要比地煞厉害。切，管他呢，小爷我全都要。人都到齐了吗？小门。师兄师姐，你们谁突破金丹境了？好大的动静啊！先恭喜你们啦！莫非？难道有弟子突破于宗门来说是件大喜事？你们怎么不说话？恭喜卓师弟突破金丹！啊？你什什么意思？么意思啊？看师兄师姐的反应，该不会你们都没有突破吧？难道不是众师姐引起的天劫？我没有突破，那就好，看来我没有落后。不是我，我还以为是卓师弟，看来应该是门中某位前辈。吓我一跳。不可能，长老们都已经到齐了。若是突破退凡境的话，我们不会不知道。既然不是你们，那会是谁？难道是秦军他们？秦军，就是救你们的那人。为了抵抗天劫，玄灵宗催动的护宗阵法消耗的灵石相当于大半年全宗的开支。如果是内门弟子也就罢了，真是他们，把他们带上来，绝不能轻易算了。不行，这么晚了，他们都休息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好吗？夏侯恩那样的凶人，都惨死妲己手中，再加上秦凯骋成家一事，苏妲己和秦军绝非善人，不是能轻易张惹的存在，所以玄灵宗不能与他们交恶，得想办法把父亲劝下。行，来人！我求求您了，难道女儿的救命之恩您都不放在心上吗？这样，哎，儿女都是债啊。好吧，好吧，明天早上再把他们请上来。嘿嘿，父亲最好了。秦军，你醒了吗？出来了，公子早。啊，大清早，你们怎么都聚在这儿？秦军，昨天晚上的天劫，是不是因为你突破了？天劫？我怎么没注意到？对，就昨天晚上宗门上空突然引来了天劫，玄灵宗为了启动宗门大阵抵挡天劫，消耗了大半年的灵石。这跟我有关？我没有突破，不是你们玄灵宗的人自己突破引来的吗？不可能，整个玄灵宗上下所有人都检查过，我没有弟子突破金丹境，
更别说太凡境了。慢着，难道传承神通也会引来天劫吗？公子想的不错，不过公子年纪轻轻也能领悟神通，真是不凡。妲己恭贺公子。好吧，那确实是我。带我去见你父亲吧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哼，反正我也没灵石能赔偿，光脚不怕穿鞋的。好，跟我来。父亲，我把人带来了。就是这小子，你就是突破金丹境的秦军？不是，我是筑基境的秦军。此人敌意很重啊。这不都是你？总之，你承认昨晚的天劫就是你引起的。可知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妲己，算了算了，不算了吧，玄灵宗也惹不起这尊大佛。宗主大意，我还得继续赶路，先行失陪了。诸位，再会。没想到妲己出马效果这么好。慢着，你就是那个玄灵宗的天才，你们掌门都说算了，你还有事？天劫之事可以算，但我要向你挑战，能引起天劫，肯定有过人之处。在下想讨教一番。触发支线任务，击败玄灵宗天才，任务完成将获得1000经验值。哦，这还能触发支线任务？上赶着的经验包啊！怎么不敢？放心，只是点到即止，切磋而已，我不会伤你性命。这厮很拽啊！正好可以试一试我刚领悟的神通，能使用法器。当然。好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什么情况？长老掌门们全都来了。卓师兄要和人比斗，是金丹强者吗？什么？筑基境6层？对方是找死吗？据说他们便是昨晚引起天劫的罪魁祸首。筑基境6层能引动天劫？可能是他的手下引起的吧。听说他的手下很强，而且他年纪轻轻就达到了筑基境6层，来头不简单呐。哎，你要小心，这小子如此痛快，肯定有猫腻。放心吧，自出道起，同阶之中，我未逢敌手，更何况掌门和长老全部出席，此战非同凡响，关乎宗门脸面，我绝不会败的。秦军身后有化虚境强者当保镖，其背后势力肯定强大。若浅浅与那小子联姻，让他输得太难看也不好。等会让俊杰丞相留情吧。敌军，你要小心啊！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亮出你的法器吧。卓俊杰处于筑基境大圆满，我的修为才筑基境6层，境界之差不可弥补。论底蕴，他肯定比我深。跟他打得速战速决才行。
你的法器好生奇特，我以前还从未见过。你见的还是太少了，现在可以开始了。看你不会还怎么嚣张？你这是怕了？什么？动手吗？天罡36变，花开顷刻之术。就这，软绵绵的一点杀伤力都没有。你除了能哄女人开心，还能干什么？是个男人，就堂堂正正的跟我打。蠢货！花开顷刻之术，桃花瓣落在被落中之人身上，便会吞噬那人的生机、元神、元气、精气，最后凋谢，凝结成蕴含生机的仙桃。服用后可增寿元，被落中者则会消失。而我修为太低，光使出一招，便让我体内的灵力消耗大半，也使不出这法术的全部威力。用来对付卓俊杰已经不够了，至少能吞噬他大半的生机、灵力以及体力。小心，这桃花瓣不对劲，别让他进山。不是，我怎么突然四肢无力？筑基5层对上筑基境大圆满，只有速战速决才有胜率。更何况我现在灵气极少，必须要尽快解决掉它。花开顷刻之术虽然可怕，但如果有所了解，卓俊杰也不会上当。居然能还此人好生嚣张，竟然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！不公平，郭师兄被阴了。难道战斗前还要将自己术法详细的介绍给对手？切身不错，这还是前月王国3大宗门之一的玄灵宗，太让我失望了。跟你拼了！来呀！好痛！你输了。我不甘心！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击败玄灵宗天才，获得1000经验值。玄灵宗的天才挺不错的，不错，那小子是故意的，太毒了！这可是我平生最得意的弟子。现在没有什么事了吧？那我走了，我还要赶路呢。这等等我，我送送你们。就这么走了，小子，你让他走。这件事等他过去了，不得再找他麻烦。连前月王国第1天才都能轻松战胜，再加上他手下的化虚境强者，玄灵宗惹不起，只能高攀。那俊杰怎么办？他现在半苍老的样子，明显是废了。放心吧，他的生机和灵力正在恢复。刚才禁军使用的术法明显品阶很高，只不过他修为太低，无法发挥他全部的威能。自从俊杰跻身南域人榜，他这些年太紧张了。如果他谨慎点，完全可以躲开那些桃花瓣。这次就当给他一个教训。怎么可能？秦军怎么可能战胜卓师兄？我还怎么跟秦军斗？就送到这儿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刚才那些桃花瓣都是法术造成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别跟着我，我得回王都。你再送都要走出玄灵宗地门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看我？拉倒，我才不来看你！你们宗门所有人都把我当敌人，我还敢来？
天罡36变，可以腾云驾雾，领悟了36变，不期竟能突飞飞起。啊，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他。啊！主公！以我现在身体内的灵气，果然还是不足以为他见。公子，你的修为太低，还得继续修炼啊。我倒也想啊，可这几天一直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当务之急还是先回王都。儿子，有人在战斗。王都附近竟然有人造的，我过去看看。这么多人，从理解，每个人拥有炼气境5层的修为，手提弯刀样式也是一致的，堪比皇宫禁卫。这是一个组织，全身的记忆里并没有这样。这些人是何方势力？杀伐之气这么重，明显身份不简单呐！一击笼罩，隐匿。你们燕家得罪了你们得罪不起的人，他血刀未出手，王子当真是好大的手笔。这些人是秦玉的手下，果然不是冤家无玉的话，看来今天得补一把闲事了。杀！五皇子有令，全部赶尽杀绝，不留一个活口。天子脚下，胆敢灭人全族，看来你们有点目无王法。老人小孩懂吗？灭程家都没做正确。血刀未行事，天杂人等莫要管。看不出这两人的修为。丁，触发支线任务，面血刀位分队，任务完成将获得2000经验值。正好，今天这事我否定了。单管闲事，连他们一起杀了。我可是替五皇子办事，捅出篓子，上面也会顶住，才能怕了他俩。一局炼气境，强，我燕家有救了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杀我？这到底是谁？你知道他们燕家得罪的是谁吗？哦，得罪了谁？当今王子，如何？怕了吧？记住，那可是只手遮天，深得皇帝信任，其权势更是遍布朝野。无论是平民还是官员，都认为会成为太子。皇帝的身体不好已经人人皆知，只能撑3-4年。哟，原来是为五皇子办事啊！哎呀，我好怕怕呀！你靠山如果是别人还好，偏偏是秦玉，算你倒霉。哼，怕了就好。我劝你速速离去，惹怒了五皇子的代价是你承受不起的。那你就去死吧！你怎么敢？丁，击杀炼气境8层修士，获得88经验值。完成支线任务，灭血刀卫分队，获得2000经验值。击败这些血刀卫，我离突破又近。多谢公子相救，在下乃是燕家家主燕漠北，知公子尊姓大名，日后我燕家必定涌泉相报。秦军，做好事必须留名啊！我以后是要当皇帝的人，名声越大越好。秦军，好熟悉的名字。等等，那不是前不久被贬的3皇子的名字吗？没错，我又卷土重来了。当初皇帝本意
是悄悄将原主押送至边境，但遭到秦玉横插一手。秦军的贪污行为已经在王都闹得沸沸扬扬，王室必须高调处置，让百姓知道谁也不能徇私枉法，同时也能告诫后人。导致原主被押送出去的时候，整个王都的百姓都看到，可谓是丢脸至极。唉，即使前身在朝野中毫无势力可言，不过秦玉这么针对原主，估计是盯上了为原主所归者的音乐。镇国大将军南蒙的女儿南玉心。南玉心容貌精致淑丽，长发如玉，身材高挑，在前越王国是数一数二的大美人。如今南蒙在朝野中的话语权丝毫不逊色于丞相，深受皇帝信任。只要秦玉娶了南玉心，攀上南蒙这艘巨轮，皇位就是他的掌中之物。参见三皇子。秦玉竟然敢私派杀手在王都外面走，这绝对是无视皇威的行为。或许能从燕家身上找到针对秦玉的把柄。我现在还是戴罪之身，不必多礼。哎，你们燕家为何得罪了秦玉？哎，还不是因为觊觎我燕家的商会。前越王国的商会主要寄居商人、家族以及个人的商品，时常举办各种规模的拍卖会，从中分得利益。当然，也有一些商会拥有终极的产业。王都内的商会并不少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总部派来的分支。能让秦玉看上眼的商会，绝不简单。你们的商会叫什么名字？燕北商会。那不是前越王国排名第1的本土商会吗？据说燕北商会拥有的财力，没人能清楚。不可能吧？你们燕北商会如此有钱，难道买不到实力强横的保镖？薛刀卫的实力普遍练气境，我可不相信燕北商会顾不到筑基境修士。那些修士一听说我们得罪了五皇子，全都跑了。如今修士界谁都知道五皇子和紫光宗走得近，更是公认的未来皇帝。谁敢为了我们得罪他？我们现在还活着，都是些老弱病残。五皇子派血刀卫来，就是为了斩草除根。触发支线任务，说服燕北商会，任务完成将获得4000经验值1次随机抽奖机会。这系统还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我心里刚有点苗头，他的任务就来。你们燕北商会得罪了秦玉，将来在前越王国是无法继续立足，想逃离前越王国也不可能。前越王国和周边其他王国隔着荒原、山林，里面藏着各种恐怖的妖兽，没有筑基境的实力，没有人可以离开前越。不如你们投靠我吧，我和秦玉是死对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多谢三皇子殿下招揽，可是三皇子殿下如今是被贬之身，一旦出现在王都，肯定会引起皇帝震怒。燕家已经经不起任何波澜了。我燕家在王都内，居然还有人敢和我作对。下去吧，我会让人去追查淹没本行踪，你们等待我的命令吗？是。终于到了，王都，我秦军又回来了。这里的一切注定属于我。接下来就是挑一个合适的时间，当着全城百姓的面，堂堂正正的恢复皇子身份。5日后便是苍兰王国特使拜访王都的日子，到时您要去看看。苍兰王国特使，拜访王都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
苍蓝王国和前卫王国明面上实则明争暗斗。每隔5年，两国都会互派使者进行交流。所谓的王国交流，开场便是高手对决，采取3局2胜的单挑制。对决结束后才总结事。而5年前是前越王国派人前往搜查，结果吃了个大亏。这次对决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啊！在对决的时候，就让妲己出战，为国增光，加上夏侯恩的人头。届时，我那便宜父皇肯定会对我给关，秦玉想刁难我，没办法。是，不过你放心，到时去之前，你们燕家会安排。是，主公。这几日我们便先住在这家客栈吧。这家虽算不上王都最好的客栈，但这里鱼龙混杂，五皇子想抓我们，估计得掂量一下。可以。这群人怎么带了这么多孩子？逃难来的吗？你看这边。哎，好漂亮的美人啊！冒昧打扰，这位姑娘是你的芳名是来下乃？这位公子哥是什么人呐？好强的实力！得了，洛崖客栈多了一位惹不起的客人。哇，她侍女真美啊！可惜了，不是咱们能染指的。老子的女人，你也敢碰？主公真霸气！什么意思？不，房间开好了，可以去休息了。走吧，去休息。时间还早，这段日子我得紧回去。每月一次神魔召唤机会来临，宿主是否选择随机召唤？当然要召唤，现在就开始。啊，这一次我又会召唤到哪一尊大神呢？开始随机召唤一位神魔。哟呵，这一次的神魔竟然有坐骑，这轮廓，难道？恭喜宿主抽中神魔，神魔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别笑，找到了。他们住进了洛崖客栈。是的，属下亲眼看到他们进了洛崖客栈，并一直没有离开。洛崖客栈的背景太深，即使是我，对此了解也不多。但父皇曾有意提醒我们，无论我怎么做事，都不得干扰洛崖客栈。连皇帝都忌惮的客栈，肯定不简单。算了，等他们出来再做掉他们。叶漠北身上的钱财可多，不可能长时间住在洛崖客栈。现在最要紧的还是9天之后的两国高手对决。这次父皇让我带队主持，意义深。掌柜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一名叫做燕漠北的客人？不好意思啊，洛崖客栈有自己的规矩，不得透露任何一名客人的信息。公子请回。识好歹！五皇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以为靠着一名筑基境修士就可以在洛崖客栈耍横？哪里，掌柜的说笑了。退下吧，不得无礼。洛崖客栈到底什么来历？好久没见过洛崖客栈这么大阵仗了啊！哎呀，就算是五皇子来了，也得夹着尾巴做人呀。嘘，小心祸从口出。修为还不错，算是个天才，可惜是位皇子，要不然还能带回我南明圣教，好好调教一番。关云长来也！屋主何在？我去！恭喜宿主召唤到4元帅之关元帅。这次召唤来的神魔，竟然是关云长关二爷，赚大发了呀！啊，好
好强的气魄！死人散发出的霸道气势，我只在郑国大将军南猛身上看见过，而且死人散发出来的压迫感比南猛还要强。如果到死人相助，接下来的苍兰国比斗，我一定能赢。这位前辈，我要挡道，前辈，给我让开！好吧，先不打扰前辈休息了，我改日再登门拜访。当下不是拉拢他的好机会，待我回去好好准备一番。若能收服他，再也无人能阻止我登基。表姐，此人一点都不收敛气势，真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，好嚣张啊！你错了，若他把全部气势放出来，洛阳客栈恐怕会被夷为平地。这么厉害？此人的实力深不可测。他这是要去哪？他向前日山飞炼气境修士的那位公子走去了。这人连五皇子都不给面子，那位公子哥要遭殃了。殿下，关二爷，你终于来了，可让我好等啊！手下来迟，还请殿下勿怪。这恐怖大汉就是这位公子哥的手下。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难道也是皇子啊？你没听到这大汉叫他殿下吗？他肯定也是一位皇子啦。哎，你一说，我突然觉得好像见过这位公子啊。不可能吧？那位少年16，便已有筑基境6层修为，简直逆天。哎，不怪不怪，快起来。此人竟也是化虚境强者。来，快坐下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便是义薄云天关云长，关羽大哥。幸会幸会。啊，他叫苏妲己，与你同一个境界的存在。他叫哮天犬，千万不要小瞧他。主公身边真是人才济济啊！小二，上菜，把店里最好的菜都给我来一遍。洛阳客栈迎来如此强者，是我们的荣幸。我宣布，在此堂食的各位全部免单，以表对公子和前辈的欢迎。掌柜够豪气，这个朋友我交了。能和公子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。从今日起，公子在洛阳客栈内的一切花销，我来承包。今日沾了公子光，请问公子如何称呼？叫我君公子便好。君公子，他好帅啊！我定要将他拉拢进我南明圣教，有此天才，我南明圣教定能昌盛1000年。洛阳客栈内发生的事，很快便传遍了整个王都，不少人都知道关羽这一强横之人是君公子的手下。君公子一名很快便响彻了整个修士圈。查到那位君公子的来历了吗？没有查到，他就如同凭空出现一般，城卫那里也没有登记他的消息。这是当时洛阳客栈某位食客画的君公子面相。看出什么？君公子的信息，我们必须继续追查下去，务必要从他手中拉拔到那位强者，否则此次比斗必输无疑。是。君公子呢？在哪儿？拉出来给本姑娘看看。大早上的谁来找我？哎呦喂，这姑奶奶怎么来了呀？快把君公子给我叫出来，我要见他。啊，这不是与元神有婚约的那个南玉心吗？他怎么来了？这南玉心以前因为不满跟元神有婚约，没少揍元神。两人每次见面，元神都会被打得鼻青脸肿。元神不得已向皇帝告状，反而倒被皇帝臭骂一顿。而且我还有逆袭计划，
可不能被他看到正点，曝光身份。啊，主公，你醒了。妲己，借你用。这，姑奶奶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君公子正在客房休息呢，不希望被人打扰。你把君公子的房间号给我，我自己去找他。南玉心，你找我有事？你就是君公。我们挑衅的南公主竟如此从容大度，若是别的强者，早已经灭杀她了。跟着这样的主公，定然不会出现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。嗨，不过毕竟你只是一只狗，不懂也正常。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收服燕北商会，获得4000经验值，一次随机抽奖机会。支线任务现在才完成，看来之前只是形势所迫。燕漠北现在才真正的臣服于我呀！系统，开始抽奖。开始随机抽奖。恭喜宿主抽到银龙珠魂枪，产自《西游记》东海龙宫。哇，是武器，太好了！沙漠之鹰虽然很实用，但对金丹境以上的修士伤害太小，迟早得被抛弃。这枪名字很霸气，《西游记》中有过这样一把长枪吗？ 《西游记》里的东海龙宫藏有无数神兵利器，就连孙悟空也是从中取得如意金箍棒。银龙珠魂枪虽然远逊色于如意金箍棒，但也是天品上界法器，重达5000斤。哎，那快拿出来给我看看！天品上界法器，嘿嘿，不好，1000斤，我现在根本拎不动。我去，好重！系统，快收回去！还好收住了。啊，这是哪里？金公子，你看够了吗？没想到，自诩君子的君公子，竟是个登徒子，私下行这等苟且之事。哎，误会误会，是地板塌了，看个鬼啊！赶紧去把人叫来，把洞修好，我们继续修炼。得嘞。这银龙珠魂枪是不能随便拿出来，太重要了，还是等身份恢复了再拿出来去练吧。主公，长兰王国使者已经到达前院，还给了贾巡、贾太师一个下马威，态度傲慢至极。苍兰王国如此傲气，明显是没把节约国放在眼里，身后定有隐账。可有调查到此次来参与对战的强者实力？据说苍兰王国派了3名退凡境强者，而我国只有南某南将军1位退凡。若消息是真的，此仗我们恐怕必败无疑。3名退凡境强者，怪不得。看来得早做打算。此次两国对战，不妨将妲己他们公诸于众，震慑朝野，也能让我那个便宜老爹开开眼。
五皇子驾到！天犬兄，先帮我挡一下。真是说起遇就到啊！哎，妲己，借我一用，我的身份还不能暴露。哎，公子又来。这次一定要成功拉拢关羽。不知五皇子这一次是为了什么而来？前辈，两国交战迫在眉睫，希望前辈能随我参战，这是为国争功的大事啊！只要关羽随我参战，他获得的功劳也能分我一份，到时全国都会以为关羽是我的人。不好意思，他没兴趣。阁下便是军公子，是我，有何贵干？为了亡国，希望军公子能大义。是为了亡国，还是为了自己？大胆！你胆敢跟五皇子如此说话，今日定要将你们统统关入监牢。在王都之中，我们皇宫禁卫想拿人，还没人敢反抗。竟敢动手打皇宫禁卫，放肆！你想对主公做什么？这是要干什么？还要殴打皇子吗？是你们不敬之罪！五皇子，您没事吧？还真是不自量力，连筑基境都没有达到，竟然敢招揽关羽。至于身份，公子也是皇子，无论怎么比，他都比不过公子。行了，咱别被无关人等坏了心情。来，喝酒吃菜，我继续给你们讲讲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。在南逃，这还坐在哪处喝酒？修为再高又有何用？人子弟，终究称不得英雄。为国分担，非得为你效劳吗？难道你是皇上？给你们午息时间，滚！可怕的杀气！我们走。关二爷就是关二爷，吓得他们屁滚尿流啊！来，继续喝酒吃菜，别管那个漂亮小丑了。二爷的确厉害，一身气魄，乃是我见到的第一人。我修炼数百载，倒也见过不少人头强者，但气势远不如关二爷。对，老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军公子背后势力到底是哪一方？根据调查，这名军公子是当朝三皇子，只不过办事被贬，但却被人救下，修为竟然已经达到筑基境6层。前越王国可没有这样的天才，这样看来，他真的得到了神秘势力的扶持。老姐别想那么多了，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分舵，可不是拉拢人才。而且军公子连人榜都没有上，哪比得上小姐你？他以后一定会入榜，扬名立万。距离两国对战的时间越近，各方宗门年轻修士不断汇聚王都。截至开战前夕，还逐渐在减少来往人数。开战那日，玄灵宗也终于到达王都。玄灵宗也来了，早上紫光宗刚到，现在就差衡山谷了。紫光宗和玄灵宗向来不对付，说不定他们会起冲突啊。发现没有，连苍蓝王国的一些大宗门也派人来了。糟糕，不小心起晚了，这人也太多了吧？看来要迟到了。主公，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啊？低调，先混入人群中，关键时刻我们出手，这样就能让百姓、官员乃至皇帝更加感激我们。妲己，来我怀里，小心被别人吃豆腐啊！够了，小心我废了你的手。年轻真好，神可真，这要是输了的话，
整个王国都要领袖啊！国王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下面，前越王国和苍蓝王国将进行对战，以增进两国友谊。双方各派出3人，3局2胜，点到为止。两国对战开始了！还好赶上了，这人也忒多了啊！这么快出结果了？哎呀，没想到你们前越王国的人居然那么弱，不小心下了重手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没有了，承认了。这苍蓝王国的宋浪好生嚣张啊！谁上去狠狠地教训他？没想到啊，蓝玉峰竟然挡不住他几招就被干趴下了，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手。我们前越王国威仪啊！第1场对决，苍蓝王国胜，请双方派出第2场对决人员。我来。输了第1场，第2场我必须上，否则连出手的机会只怕都没有。萧北龙比甄魂强，但现在已经赢了第1场，所以把最强的选手留到最后，方才是保胜之法。甄魂，你去。是。南蒙大将军，快给他点颜色瞧瞧！开玩笑，南将军成名后什么时候输过？有南蒙大将军在，这一局我们稳了。南蒙大将军是无敌的。二爷，他们谁能赢？不分伯仲。那岂不是说，在高端战力上，苍蓝王国已经和前越王国拉开了距离？这可不妙啊！早就想与你交手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比起我们前越王国3大宗门，你们还差得远。至少他们不会放下身子来参战。你将会是我们苍蓝？那就试试。南蒙，你的确够强。虽然你我修为相差无几，但你常年征战，杀气凝聚成势，再加上战斗经验丰富无比，不是你的对手。少废话！喊招！就算我败，你也要付出惨痛代价。不好！去死吧！我去，居然玩阴的！这要是南蒙被阴的输掉，那我还怎么出场？竟然搞偷袭，不讲武德呀！既然阴人，说出去不怕笑话吗？唯他也是一方高手，竟然这么下作！父亲，你千万不要有事啊！我们前越王国这下输了。怎么可能？南将军怎么可能败？这局不算。苍蓝王国也太阴了，气死我了！别高兴得太早，南蒙是不会败的。甄魂已经失去意识。第2场比赛，前越王国南蒙胜。不愧是朕的爱卿，若是连南蒙都输了，那前越王国真的丢脸丢大发了。哼，真是一名猛将啊！萧北龙，你说对吧？将军，好了，现在开始第3场决斗，请双方各派出1位选手。